陛下恕罪，臣昨夜失仪了。来，喝了这碗醒酒汤。谢陛下。陛下不可。监理上殿是朕的诏命，君有赐，不可辞。还撑得住吧？许久未曾这般喝酒了，臣失态了。一个时辰，再给朕一个时辰，足矣。来人，开乾元殿。诏赐前王座，赐前王上座。此非人臣之礼，臣不敢受。10年之前，朕就将三公一在职在这大朝之上的坐席给去了。大寝殿中丹池之下，无一人敢坐，除了你。臣还是站着好。卧榻之侧都是，也不见你胆小啊。吴越前王，诸亲都识得吧？30年前，他可是在这大殿上动过刀子的。你们中间有许多人，今日一道表，明日一道章，说来说去，无非就是一个意思：疑前王有不臣之心。今日前王自家就在这殿中。哪个心里有疑，尽管站出来问。问哪？都不肯说。前王在东南，终日见章不断。今日前王当面，诸亲一个个的都不说话。好，今日不说。往后便不必再说。一日前王回了东南，谁要是再在朕的耳边过早，朕就让他去到东南13州任官，用自家的眼睛亲眼看看，前王是否有不臣之心。陛下，前王有大功于国，而今奉诏入晋，朝廷当未留些时日，视天下以荣宠。仓促怠慢，前期规范，此非国家待功臣之道也。诸亲以为呢？臣附议，臣附议，臣附议，臣附议。赵先生，臣在。朕记得是去年8月，赵福，赵除之永康君，诏命颁下，他便害了热病。这一病有多半年了吧？朕知道，先生从来不会与朕当皇宇。赵某小1年不曾到任，绝非是他替先生于治，自关中拉了10车大木回来盖房子。
亦不是因他在开封府推官任上将内院的菜地置换成了先生家的花园。朱雀门外御街东侧的18家店面，定是他自己的产业和营生，与先生绝无半分干系。臣有罪。先生说什么？臣有罪。先生怎能有罪呢？是朕这个官家薄待了先生这个国家功臣，臣辜负天恩，臣知罪。是朕刻薄了。朕不该指望这朝中人人都入冯令宫。宰相当久了，难免有小人攀附。先生亦是凡人，怎能事事见察人心？让先生德行蒙垢，是朕之过错。内翰何在？臣在。颁诏，加赵先生河阳3城节度使，检校太傅，同平章事。罢。尚书右仆射，昭文馆大学士。陛下，陛下。臣叩谢陛下天恩。第2道诏命：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前处，加10亿3000户，实封1000户。夫人孙氏册为吴越国王妃，王长子为郡，拜建武军节度使，册王长女为彭城郡君。陛下，自古异姓诸侯王无封妻为妃之典呐。自今日起便有了。自古以来，亦无前王这般至忠至孝的诸侯。诺。朕的这份心意，就郎莫要在此。臣叩谢天恩。来，门下贤妃起义，见古缺实。吴越国夫人孙氏，义范端肃，操履坚正，以尔贤明有素，令书流芳，立我元臣，开于列国，推心清淡，金石无虞，抗制荡平，烟尘共扫。于宣趋相位之朝，敌一线横黄之节，以前古未行之典为大朝特出之恩，册为吴越国王妃。是。臣妾叩谢陛下天恩。阿南的婚事也该操办了吧？在王都的时候，顾家、吴家全都被你拒了，我就知道你心中另有想法。我又有什么想法？
不就是想多留几年吗？找个北方的读书种子，如何？想好了？世道不同了，长枪大戟未必能护到周全。太平年下要得日子长久，还是得找一个道德文章里读出来的。时间呢，过得真快，像做梦一样啊。一国之赋税，尽托于士族大兴，30余年不生祸患。前王之能，也不让于孙仲谋了。父王是为朝廷守土，一是3州，皆为中国之土；东南诸姓，皆为中国之民。前世一族，亦是中国赤子。话好说，事却不好办。要使朝廷和东南赋税钱币如一，前王与郎君回转国中之后，怕是免不得要做恶人了。父王有言：既为中国之民，自当尊中国之治。官家有诏，大王来了，可自行入济阴殿。哦，此殿被官家下了禁制，只有宫内不识字的黄门内侍，方可进殿洒扫。无论诸王公卿在之大臣，擅入者，皆死罪。只有晋王与前王得赦其罪。司马衷肃公，那就是个被贿了一辈子的穷酸错大。骂起朕来比阿爹还要狠些。让他陪祀在此，是想看看他们2人究竟谁能骂得过谁。前前后后，朕一共给你送出过8封国信，你却1封也不曾回得。直到第9封，朕总算盼来了你的回信，却不是你自家亲笔，而是元帅府代你。臣不恭，臣有罪。你拿面镜子照照，你这脸上哪有半分知罪的样子？那任凭陛下处置吗？好，好，有恃无恐。哎呀，你呀，闹了朕10几年，为的便是这老屎子。不要以为天下间只有你9郎最讲情分，最重义气。随我来。
师相公今日不来了吗？佛珠进城，不是这个时辰。等九哥下次来，我请九哥去大相国寺烧猪月，大快朵颐。此时定会叨扰二郎。到那时节，定与九哥共饮太平年下那一杯热酒。家父来信了，招学生去西府泽能院应试，学生不想去。前九自汴梁回来了吗？是，回来了。也该轮到他请教。又要开战了吗？那就要看他们两边究竟是怎么想的。先生说过，赵官家和前王是旧识，英雄切阔海内知己。可天下事从来不是两家的事，更不是两个人的事。战或者不战，不是他赵官家一言而决的，更不是前九自家能定的。依先生之意，天下大乱，亦或是天下大治，究竟何人说了才算呢？都还是些刚刚开蒙不久的稚子，安慰了。先生，唐太宗修氏族制，录了多少家姓氏？凡293姓，1651家。乱了100多年，293姓。如今还剩下多少？孤在京师居留月余，政事堂收到了要将孤留在京师的表彰，共计381道。临行前，官家都封在这口箱子里，让孤带回去。特意嘱咐，让孤回到王都之后再行差阅。官家是在向孤表明心迹，让孤知道朝廷并无除国削藩之意。大王此语，实属自欺欺人。哦，孤如何自欺欺人了？朝廷已是图穷匕现，大王却犹在沾沾自喜。吴越亡国
吾日矣。先生，你这是在危言耸听啊！江南与东南，唇齿相依，唇亡则齿寒。如今李氏已出火，唇已不存，我吴越是各在他赵官家口中一颗小小的石子。大王以为这眼前的煊赫与威荣，还能得享几时啊？先生冒犯于孤，孤忍得。可先生诽谤天子，孤却是忍不得。既如此，老臣起骸骨。你我相伴30载，先生真要弃孤而去吗？九郎君啊，臣老了，做了40余载前世的臣子，如今年岁古稀，不愿再做那赵氏的臣子了。父王，你住口！恳请大王全了老臣的忠节。既如此，先生的词章允了。大王，鸿儒院女教拜先生为太师。中吴、宣德、奉国3镇节度使，判浙东安抚大使，兼浙东营田阙税大使，提举苏、秀、明、胡、台、温6州长平事。下等恭送太师荣归。你们都不用做事了吗？啊？范赞时，太师，下官在。今日来送行的，连你自家在内，一一录下官职姓名，呈文相府，加摩勘1等。是。你那个在宁海乡下教书的儿子，近日可有来信？有。他真的瞎了？是。犬子没有来信，必要问及名目的钥匙。我还是不信。那便遣人去看看。钱家还是赵家，
左右都是个死，又有何区别？黄泉路上，先来后到，还是有别的。这么多人都因你而死，你居然还恬不知耻地活到今年。死了那么多人，可这该死的世道依旧未死。老夫眼睛虽然瞎了，心却不瞎。我就是想好好看看，这世道究竟何时方死。但我认得，有意安置你为台州团练副使。你笑什么？一个80多岁的人了，当年受了杨家恩德，杨家一门死绝，后来又受了李家的恩德，李家成了亡国之囚，如今又要受钱家的恩德，搞不好日后还要受赵家的恩德。这恩德，一个快入土的孤老头子受得起，钱王和赵官家受得起吗？接着，你瞎了，这一辈子都是。落下这许多姓氏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。太宗修氏族制，武皇高宗做姓氏录，耄耋老翁，叠经惨变，国家都亡了，竟还有这般志气。哼，他且死不了啊！老儿不死是为贼，祸害1000年。旗手的4个字，缺一个，空出一个位置，却不知是何缘故啊？却乎有些为难呐。李氏已向赵氏称臣，不宜忽居其上。天下藩镇归于一统者，实居其九。能与赵氏、李氏、钱氏相提并论者，如今也只剩下一个河东的刘氏了。